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今天是2025年4月25号。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也就是现在到12点，直播1个小时。大家可以提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把它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也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因为在之前，尤其在最近这一周的直播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时候没有声音，有的时候这个直播可能是有点晚，可能还是对这个直播软件不够熟悉的原因吧。那么现在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先讲一下现在这个标普的指数。看一下它现在在一个什么状态。那么标普指数的话，大盘指数，从4835这波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上涨了多少吧。从最低上来，已经上涨了13%左右。这波上涨啊，到今天为止，图形上现在指数略显疲态。怎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有疲惫的状态呢？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那么大周期，我这里发现我这个画图结构，那个仔细的朋友或者说经常看我解盘的朋友应该发现，我这个从4385又画到了新的高点，也就是今天的最高点5498.47点，这个画成了一笔。我之前说过，在这个位置，我可以用递归的方式画到这里，然后再回撤一笔，对吧？为什么又可以从4385画到5498呢？不太了解缠论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这个变来变去的怎么回事啊？你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啊？缠论是不是没有什么规则呀？可以随便画呀？其实不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结构没有完成之前，它在生长过程中，什么叫完成的结构呢？就是从5786到4385，这个结构是完成了，对吧？完成的结构你是不能够随意画的，或者说不能够随意递归的。那么在没有完成的结构的时候，这个结构还没有完成呢。什么时候说这个结构完成了呢？什么时候就说这一笔结束了？就是新的一笔生成，笔只能被笔破坏，对吧？这一笔只能被上涨这一笔破坏掉，上涨这一笔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下跌这一笔结束。为什么在这里可以划分的原因是可以现在多种方法划分的原因是因为多异性，从4385生长到5498，它没有结束，因为多异性的原因，我可以有多种画法，对吧？你只要不违反缠论的原则，你只要不违反变换不变性的这个总体原则。什么叫变换不变性呢？就是我的画法在变换。我可以这样画，我可以这样画，都是线段。那么我也可以这样画，也是一笔线段。但是无论你怎么画，这个点位的买卖点的性质没有变化，也就是变换画法，但是不改变买卖点的性质。买点还是买点，卖点还是卖点，这就叫变换不变性。这是缠论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吧。那么也就基于这个多异性，那么我们现在你要根据当下你有的图形画出你最适合你交易的这个模式，对吧？那么现在有新的高点了5498，那么所有的前面都是一个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打出去，然后一个三买，最终要体现出这个三买来，对吧？因为三买是用来判断是否继续进行中枢震荡的标准。那么我要怎么能够把这个三买体现出来？因为三买是非常关键的，或者说三卖。那么现在三买已经出现了在1小时上，然后这个从离开段5101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离开的话，现在已经有3段了，对吧？那么如果说第3段的力度不够强的话，如果说这个第3段力度不够强，就会出现背驰，这3段就会出现背驰。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扩展器先测一下，虽然说我们现在目测看它已经是短的，对吧？第3段是短的，那么这个前面这段是长的，说明它是现在有背驰的迹象了。但是呢，
这一段你也可以说它没结束，它也可以再往上爬一爬，比如说再往上爬到5540了、5583都可以。但是这段只要没结束，你就不能够说它结束，那你就不能够说这段就是背驰了，它可以继续往上再生长。所以说这就是说，只有它结束之后，那么整体的这个从4385这个上涨可以说结束了。所以说现在在1小时上，我们就关注的就是这个出现3买之后的这小段什么时候结束，5356这一小段什么时候结束？这段结束了，它有可能会结束整个的4835的这波上涨，对吧？它可以是直接走反向的，它是可以直接走反向，所以说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走反向，就走向下的这种反向呢？就是它在下跌过程中，下跌的速度非常快，以浪形的模式快速往上杀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了。那么在这个向下杀的过程中，我们在这个路上是要设置小兵的，有观察岗，有观察的哨兵。首先第一个哨兵就是这个5356，因为这是这个300这个位置，他想往下走，必须要先杀掉5356，杀掉5356要回到这个中枢的话，你就要严格注意。那么这里给一个反弹，可能就立刻要走反向。所以这个反弹的二脉，1小时上的这个二脉，就是你要大幅减仓的位置，因为它这里可以断开。左侧4385到5459是日线上的一笔上涨，右侧从5498，然后这里开始走反向。所以关键的位置，首先它要杀到这个300，杀破300之后，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可能会得到一些支撑，然后弹一下。然后这个反弹，如果说你可以利用黄金分割 0.382、0.5、0.618，利用这几个位置来观察它，这里会出现一个1小时的二脉，然后它走反向。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是不是要走反向的一个办法，在它下跌的过程中，看看是不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结构往下走，然后还要破掉这些关键的点位。首先是3脉，然后就是这个中枢的上沿，对吧？还有中枢的中轨，都是用来我们观察它是不是要有一个非常有力度的下杀。如果说这个下杀只是跌破了这个5356，但是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那就是在这里做一个小中枢也可以。它这里做这个小中枢，那么前面这是大 A 中枢，然后这里是一个大 B 中枢，但是呢，中枢的高低点有接触，形成了一个扩张中枢。形成扩张中枢之后，可以继续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说跌破了5356之后，只是要给我们一个警报，说，观察一下是不是要继续往下杀。如果说杀不下去的话，比如说只是沉到这个120小时均线这里也可以。这样的话也是构成一个中枢，只不过这个中枢就是一个扩张型的一个小中枢，所以说就是先是3买这个点位，然后这个中枢的上沿，然后再是这个中枢中轨，只有这些都破掉之后才有可能转向。好的，这里的话我们就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标普这个在标普指数上需要关注什么。但是整体来讲，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周线的底分型已经出现了，其实大周期的话或者相对比如说2-3周的一个周期，只要4835不被跌破的话，那么这里迟早要生长出来一笔。至于这一笔能不能够打破前面的高点，还是说要在这里做中枢，那就是后话了，对吧？所以说4835是在技术上是绝对不能被跌破的，只要不跌破它，那就不会有大跌，起码不会像之前那么夸张。好的，那么的话就是简单说一下指数，我们来看大家第一个提问。这个 Shirley 是朋友问这个谷歌和特斯拉，我们先看一下谷歌，因为谷歌昨天它在盘后的出的财报，那么昨天这个财报是earning 和 revenue 都比预期的强，对吧？但是它的那个云服务器啊那些可能稍微的没有预期的那么强。还有就是可能之前好多机构比较担心谷歌的这个广告收入，但是这个财报也给了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财报。那么就尤其在广告收入上，像那个YouTube 它的收入非常高，我大概看了一眼，好像有90亿美金，就是在这个给这个 YouTuber 之前，这个油管工之前分红之前，就不是分红啊，就是分享它的这个广告收入之前可能是90亿美金，所以说它这个广告收入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它的图形上我们说过，周线上这里是有一个周的中枢
从 83.45， 这里有一个周的大中枢，对吧？虽然说从208这个下跌还是比较深的，砸回到中枢里面来了，但是并没有脱离这个中枢，然后也没有形成三买或三卖。你只要不能够脱离这个中枢，那你就继续震好了，对吧？可能要震到第9段也可以，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看它升级之后能不能够往上走。那么跟刚才分析指数一样，看一下这个裸 K， 这个周的底分型也出现了，对吧？所以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防守位，它只要能够不跌破这个位置，就要生长出一笔新的来，那么会再次出现一个周线的二卖，或者说再打一个高点，再突破前面的 208.7 也可以。所以说你只要是不出现跌破 142.6 的话，你就可以继续拿，因为我们的计划就是要计划吃这一笔，吃周线这一笔，先吃这一笔，对吧？周线这一笔吃完了，再看它是不是一个弱的反弹，还是一个强的反弹。强的反弹可以继续拿一拿，弱的反弹的话，先在这个位置二卖出来，等它再回来，是不是要继续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还是说不回到这个中枢，给一个三买也可以再上，也可以，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做这一笔，这就是说你在交易的时候先计划你的交易，叫什么？plan your trade your plan， 对吧？计划你的交易，交易你的计划，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所以说，没有100%让你盈利或者说不亏钱的这个方法。很多人老想找一个100%赚钱的方法，没有啊，任何位置进都有可能亏。比如说你在 142.6、143进场了，然后他计划是那个做周线的一笔，但突然来一个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所有的公司啪全都这样走，你说你能够预测吗？对不对？没有人能够预测，所以说没有100%的无风险的交易，只能是说我现在开始做周线这个交易了。那么周线上这个级别相对还是偏大的，我能不能够多配置点仓位？那么在我交易的时候 142.66 或者这个附近就是我的一个防守位，只要不跌破 142.6 我就继续拿着，跌破它的话，我在当时看当下的那个力度，如果说出了第3次世界大战了，我肯定全部卖掉。如果说只是什么一个这个 rumor 或者一个假消息或者什么一个新闻刺激，那我要看一下对这个跌破这个 142.46 之后的一个破坏度。如果说破坏度只是轻微的跌破了它，对吧？然后它的结构又很复杂，带2个中枢下来的，我可能就不动，对吧？所以说没有100%的这个无风险交易，你所能控制的就是你控制你的仓位，你其他什么事情都控制不了，晓得吧？你其他什么事情都控制了，你不能够控制川普去发推，你不能够控制马斯克参加这个 Doge 这个效率部门，你也不能控制你孩子的言行，你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只有你自己的仓位。你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你就容易了，对吧？你只要把仓位的风险、仓位大小跟你的这个交易周期匹配上之后，你就容易了。其他的事情你都不需要担忧，因为其他的事情都要体现在你的仓位上。你的盈利、亏损都要体现在你的仓位上。你的涨了，从142又涨到这个208，但是你只有1层仓，那你也赚不到什么钱。但是如果说它继续往下走，你的仓位非常深，那你也是亏很大的钱。所以说整体来讲，你如果说想在这个市场多赚钱少亏钱，主要就体现在一个仓位管理上，仓位管理的一个艺术上。其实最终的就是体现在这里，我们要学的就是往上走的时候，仓位要重，相对的重。你不能说越往上走这个越加，那也不好，对吧？不能说越往上走你越加仓，而是说在相对低位的时候就把仓位加好了。那么越往上走的时候可能越减。那么我发现它的力度弱了，我要减一点，分批出。然后下来的时候，我如果说判断不够准的话，我可以分批加一点。你就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合理的动态的仓位管理。好多人这个交易的一塌糊涂，最终的就体现在你的仓位管理上非常差。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交易记录，就明白为什么好多时候这个亏钱的原因，找一下自己身上的原因，对吧？找一下自己这个仓位管理上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谷歌的话，就是还是回到我们谷歌上 142.6， 看看能够生长出一笔来，然后它从 142.6 之后，我在昨天分析谷歌的时候说过，它这个图形是最标准的图形，在其他的这个大科技上，
从这个一笔反弹都不够一笔，只有谷歌是够一笔的。那么谷歌够一笔上涨，够一笔回撤，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一买和二买。那么在昨天我们这个财报之前就分析过，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169.77，也就是这个1、2、3段到这个第3段是等比例，但是今天是往上冲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到169.77，然后这个反弹也够比了，就看你自己嘛。如果说你在这个2买这个位置，或者说1买这个位置已经进了，那么又到了这个位置冲不上去，对吧？到了169.77还是等比例，它都没到，说明它相对的弱一点。那么你可以稍微减一点，然后等待出现顶分型的时候再多减一点，对吧？如果说你是已经是盈利的状态，毕竟盈利的时候你可以大胆一点，卖的比市场快一点，买的时候需要谨慎一点，比市场慢一点。这就是你买卖的时候节奏是不同的，一定要注意，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要比市场快，都要抢跑，不是。是在你赚钱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大胆一点，那么不怕卖早，卖的时候不怕卖早，尤其是你赚钱的时候。那么针对这个的话，就可以先减一点，然后也不要全减掉，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出现顶分型呢。这波上涨还没有出现顶分型，它可以继续爬到169.77，甚至是下周给一个什么消息刺激又上来顶到这个200天或者120天，对吧？就看你想不想要后面那点那个利润了。看它到这个120天、200天是5%，到120天是8%，对吧？就看这段利润你有没有那个能耐拿到这段。你如果说拿住了都不卖，它并没有上去，然后直接又下来了，你相当于做了一段电梯呀。打个比方，你在这个地方买的话，你这边没卖，然后又回到这个位置，那你不就做了一段电梯吗？相当于从2买这个上涨到现在的价格11%，就10%的这个电梯你就白做了，对吧？所以说，仓位管理是一个相对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或者说需要掌握的这么一个技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针对谷歌的话，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讲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今天比其他的公司都这个强势，明显的强势。那么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结构。然后昨天有一个朋友，应该是也是，他是242还是24几245啊？一个成本也是可能刚买不久，或者还是说之前买套了一段时间。那么昨天我给大家分析的时候，我就说过特斯拉呀，整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持有它，没有问题，对吧？你是这个相信马斯克也好，还是对这个公司有信心也好，继续持有它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要仓位太重，毕竟它相对的是偏弱的一个7浪下跌，从最高处488这里，1、2、3、4、5、6、7，一个7浪下来之后，我们当时就说它这里要生长出一笔来，对吧？生长出一个中枢之后再看，生长出来一个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往上选，还是说往下选。现在就是开始生长出来一个中枢了。那么今天这个279.2也突破了这个高点，也突破了这个就是4月9号这根 K 线，当时是周三，很多的那个公司这根 K 线都是特别长的，也是大涨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时说那个川普说他要跟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要停90天，对吧？这个贸易战先暂停90天，造成了那天一个大涨，所有的股票都是大涨。那么只有谷歌那个图形是标准的，但是特斯拉也是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那么现在跟刚才那个标普一样，出现了新的高点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划分了，因为多异性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反弹这一笔就画到这里，相当于现在已经有一个类中枢了，对吧？如果说它停在279.2这里的话，那么中枢的位置就是3段的位置就在这里。现在就在生长第3段，看第3段什么时候结束。它也可以再往上冲一冲，冲到这个200天。现在200天的价格291，200天在291，120天在332，这是120天在332，这是200天在291，对吧？就300附近，所以它可以继续往上冲一冲。毕竟今天是强势表达，现在已经涨了7%点多，主要是受到一个消息的刺激，就是这个好像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些机构对这个 Robotaxi 好像有一些放行的一个意思，对吧？所以说它可能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那么出现了一个大涨，今天明显比其他都强势一点。那么就是看你自己可以继续拿一拿，对吧？现在强势表达的时候，你肯定要等一等啊，不是说
出现这个顶底分型，我马上就要出来。强势的时候，如果说你是做多的话，手里又有仓位，肯定再拿一拿。但是没有的话，现在就不要往里追，因为它可以完全是冲到这个200天这里，然后可以回来一段，然后再上去。如果说真想做它的话，那还是要做二买，上去之后再次回落，不能够跌破前面的214，这就是二买，做这段，对吧？做回落这一段，我们等待是吃回落，而不是去追涨。那毕竟它现在到这个200天已经空间已经不大了，4%点多，到120天，稍微空间大一点，将近20%。所以说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了，还是回到说来说去还是自己的一个选择。你是想落袋为安，还是说想那个再贪一点再拿一拿？毕竟现在还是一个强势状态，对吧？好的，特斯拉我们有简单说这么多了。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提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分析你们关心的股票。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一下这个昨天出的财报的这个英特尔。英特尔也是昨天出的财报，这个 earning 的话可能是预期非常低，发现没有？预期的话是 0.007， 但是这个出来的 report 是 0.13， 比预期的要强很多。然后这个revenue 也是比预期的能好一点，但整体来讲的话还是在亏钱。那么今天目前是英特尔跌了 6.84%， 对吧？那么也是这两天上涨，就是在财报之前的这3-4根 K 线，可能是受到这个消息，英特尔这个新的 CEO 也是这个华裔，他要一个华人嘛，他要大裁员，好像是造成这个市场相对的，因为裁员是一个比较简单，叫什么简单粗暴有效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方法。那么它的结构，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在这个周线上，我们一直说它这里是做出了一个周的中枢，周的中枢已经出现了，最低点在 17.67， 然后这个 MACD 也是基本上没有出现明显的掉头往下走。如果说 MACD 明显掉头往下走的话，可能这里要走离开段了。只要不出现这种情况就没有问题，它只要能扛住的话，对吧？轻微跌破这个位置也没有关系，那可以它再快速拉回来。所以说，针对这个英特尔的话，如果说你有这个票，或者说这个想赌这个什么，会不会有公司跟它重组公司啊？比如说，这个台积电或者其他的，像之前还有高通想收购它的一些部门，但是现在也是都不了了之了，对吧？那就看你自己的一个对它的一个认知，对这个公司的一个认知，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或者说你这个人的这个风险喜好是想偏的好赌一点呢，还是怎样？这就跟你个人的一个个人性格和个人的操作风格有关系。那么这个只要 17.67 不能够快速跌破，然后这个对应的 MACD 不能够快速往下走，都没有大关系。所以说这就是17.67的这个技术上的含义。那么回到日线上，那么从这个17.67上涨这一波的话，它还没有出现一个新的高点，在昨天这个21.55并没有突破前面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4月9号那天所有的公司都有一个大涨，那么当那天英特尔是涨了 18.75%， 所以这个 21.73 还没有被突破21.73之后，这个17.67的反弹就够比了。那这样的话可能要突到200天，对吧？现在还是你看它这个跌不动，整体表现就是往下杀的力度杀不动，或者说这个想卖的人，毕竟它整体是处于一个相对纠结的一个状态，它的多空都是一个比较拧巴的一个状态，对吧？跌也跌不了多少，然后上冲的话也冲不上去，那整体就是这个周线的这个中枢的区间或者箱体的区间是一个明显的，它在这里逛到。那么这个区间的空间大概有多少？40%，将近有40%的空间。如果说你能够跟它耗得住的话，就做这个40%的空间，也有利润吃。相对的底部就是箱体或中枢的下面附近，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箱体的下面。你看这个位置，它就没有到这个中枢的下沿，对吧？是它衰竭的时候，就是它震荡衰竭的位置。至于能不能够判断衰竭呢，就看你个人了。怎么判断衰竭呢？就是本周期你是看不了的，你要结合多个周期，去它的更小周期上，去看它的15分钟上，去看它的5分钟上，对吧？你只有结合多个周期才能够更
好的把握这个转折点。那么简单的方法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看这段，打个比方，我们用这段来看怎么能够抓到相对的低位呢？就是看它有没有3根 K 线，在本周期先说一下，这个周期是日线，看一下这个水印儿，在本周期上看它有没有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看到没有？这是有5根 K 线，只要超过3根的话，说明什么？超过3根说明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有一个小中枢了。这里有1个、2个、3个，对吧？有3个小中枢，这2个中枢可能还出现一个扩张，那这种结构就相对饱满的，对吧？你得有最少有2个吧，有2个小中枢之后的这个进场，你基本上就能买在一个相对低位，或者说离那个拐点不远的位置。你可以看一下所有的这些转折，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多一点时间看一下前面，做一下复盘。这样的话，你即使不去看它的小周期，你也知道什么时候位置该进。你看这里已经很多 K 线在这里并排，这个位置你是不能进的，对吧？因为它这个横的周期比较长，说明这个小周期的这个，比如说5分钟上肯定是升级的，它肯定是一个9段，甚至超过9段的一个中枢。那么什么时候能进呢？你看它继续往下走的时候，这是有一个大的，就是在5分钟上这个中枢是升级的，在这里又形成了一堆 K 线，发现没有？2堆了，那你在这个位置买，是不是相对的出现2个中枢之后，次级别出现2个中枢买，你基本上买到一个相对的拐点呢？起码这段是能吃到的吧，对吧？然后看前面这里上涨的也是一样，看这段上涨怎么能够抓在这个卖在这个相对的这个高点呢？它往上走的时候，这里有4根 K 线并排，3、4根 K 线并排，对吧？就是找2堆儿，只要出现2堆 K 线，不要找这个出现一堆的时候，一堆的时候它可能不够饱满，一堆尤其是在这个你看那个周期并不大的时候，对吧？尤其是在日线或者日线以下的时候，你如果说有一根 K 线一堆超过这个3根 K 线并排的这种情况，只有一个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去做空它，或者说你卖掉，可能是这个卖的稍微偏早一点，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但是更准确的肯定是你已经学会了缠论，学会了区间套，然后能够更精确的把握它的更小周期的一个结构。那么的话，你这个想卖在这个拐点这个位置，不是更容易吗？对吧？所以说利用这个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简单的方法，你起码也不会在这个比如说你想抄底的时候，你也不会说啊这个大幅下杀的时候我去抄，因为这个是一个刚有第一个 A 中枢，我起码再等它小周期再出现第2个中枢的，我才可能去抄底。对不对？所以说不是不能抄底，而是说它一定要跌透。很多人就是比较着急，要生怕这个买不到，生怕这个飞上去，就有一种叫 FOMO， 对吧 ？Fear of missing out， 老怕这个飞上去，所以说就比较着急。那么像这个也是，它这个从26.4跌到17.67的话，那么它是相对跌的也比较纠结，这里有一堆 K 线，一堆又一堆，对吧？那么已经好3、4堆了，那么这种的时候也是，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就前面这里出现3、4堆的时候，你在这个位置买，那起码是不会亏的呀，对不对？那么现在它没有上去，说明什么呢？没有上去，说明它这个小周期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个做中枢了，那就要选类似处在一个中阴段的一个状态。你在这个位置现在可以卖的呀，因为它是相当于处于一个中阴段的高位，在这个位置卖了，如果说往上冲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对吧？它还可以在这个位置再做出来一个中枢，你还是有机会进的。所以说，不是不能做短差，前提是你懂不懂怎么做。这是针对这个英特尔。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说一下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一下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Palantir。我在这周忘了是周3还是周4直播都说过 Palantir 这个基本面，就是它背后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主席啊，董事会的主席非常牛。他是之前好像创建了跟马斯克一起创建的那个 PayPal 的那个家伙叫 Peter 什么玩意儿，last name 我不记得了，但是应该是 Peter。然后呢，他现在也是他资助了，好像是我也是看新闻看的，他资助了这个GD Vance， 也就是这个副总统，美国这个副总统当时的一个竞选。反正这家伙的背景非常深。这个 Palantir 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叫 Peter， 这个人的背景非常深。这也为什么 Palantir 能够拿到那么多的国防部的这个单子，对吧？所以说这个基本面是非常牛的。那么
图形结构上我们也说过，在周线上它是一个五浪反弹，五浪上升，从这个起涨点1、2、3、4、5，现在走第五浪。无论它第五浪是不是要再次突破这个125.41这一笔，都有希望要生长出来了。现在已经是有3周的 K 线了，对吧？现在是有希望要生长出来这个。我们再回到日线上，那么日线上看一下结构，现在是一笔呀，从66.12，我们把其他的清一下。我们现在只关注66.12右侧这些，66.12上涨到这个位置，最高点是多少？今天的最高点110.19，只是一笔，离这个前高125.41已经很近了。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个空间，当时跌来到这里13%，对吧？离最高点还有13%的一个空间。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1小时。好的，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图形画的都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昨天这个新的一个300给它标出来。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这个300啊？这个非常好玩的，或者说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这里出现一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昨天这个回落在收盘之前给了一个完美的一个300。那么如果说你在昨天收盘前买了的话，那么应该是昨天收盘前出现那个300。对，4月25号那个这个4月25号3点半，这是4月25号，就是应该4月24号3点半，对吧？就昨天收盘之前出了这个回落，然后今天是一个开盘之后的一个向上生长。那么这个是已经3段了，从这个离开段这里有3段，我们比较一下这3段。现在是冲到了0.618这个位置了，看看能够再往上冲一冲到114.05，也就是这第3段跟前面这段的这个比例相同，对吧？如果说你在这个300的这个位置买的，现在也可以卖，也没有问题，你是赚的嘛，对吧？这段你是吃到了，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买呢？就是看这里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这是1小时上的 A 中枢，做一个1小时的 B 中枢，就是每次回落的时候，你可以买这个回落段。这个回落段是可以买的，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可以再次冲到114.05也可以，这样的话才有可能结束日线上从66.12上涨的这一段，对吧？所以就是你只要把结构分析清楚了，那么该买的位置就大胆出手就好了，以后其他的基本面又没有问题，对吧？这种公司是相对好做的，你就买它的每次回落就好了。这是针对这个 Palantir， 然后再看一下。Shirley 朋友问这个Sophie 和这个问一下 Sophie， 我们看一下他问的这个周二出财报，这是下周二盘前出财报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结构，之前好像是分析过，然后这里是看到现在的这个周期是月线。我们把月线的周期给它补回来，这月线上有个大二买啊，月线上也出现过一次大二买，不知道你要是一直跟踪它的话，如果说能够抓到这个二买的话，还是比较美的。我们把这个月线的结构二买给它画出来，这个月线的二买，对吧？6.01这个位置月线的二买，那么从6.01又生长一笔出来到18.42，这是将近翻了3倍吧，非常牛。那么这个月线这笔也生长也成了。那么先比较一下这3段的这个空间有没有被吃啥的。又一个关键的位置，对吧？一旦学会了我们这些工具，你就知道了，你不会买在18点，或者不会买在18附近。你明明知道它这个1.618的关键的位置，它涨到这个位置是一个阻力位，你可能你可以卖在18附近，对吧？它是最高冲到了18.42，你学会了这个工具之后，所以说不会去追涨杀跌的，这就是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好处。那么现在如果说你在这个18卖了的话，那什么时候买回来呢？就这个本周期，如果说它不能够回撤一笔的话，你需要看它的次级别，因为本周期现在这个4个月的回落呀，并不够一笔，但是呢，它这笔回落也非常深，你发现没有？它这个回落是非常深的，应该跌破了前面这个上涨的0.618都跌破了，0.618之后快速拉回来的，所以说相对这个杀的是比较深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4个月的这个次级别内部的结构能不能够反转上来，对吧？就是看它能不能够再次上来突破这个 18.42。如果说不能够反转上来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可以再向下继续延续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的原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次级别，看一下这个月线的次级别，也是周线上。周线上看一下它的结构 18.42， 我们只关注 18.42 右侧这些。现在周线上一笔下，周线上一笔下之后也出现了周的底分型，对吧？周线的底分型已经出现了，看这里能不能够弹一下，就是说弹一下，如果说不能够突破这个前面的 18.42， 你可以用黄金分割先测一下潜在的这个反弹的位置，看能不能够到，起码要有非常有力度的突破 14.67 才可以。有力的突破 14.67 就15附近，那基本上就微转了。如果说到了 14.67 或15附近，力度非常弱，上的非常弱的话，那就是出现一个周的二脉，然后可以再次跌破前面的8.6，以这种方式来构成什么呢？构成月线上那笔回落，对吧？所以现在你是可以做这笔反弹的，这笔反弹是可以做的。那么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现在是在周线上已经有周的底分型了嘛？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我们看一下日线上的结构，也是从 18.42 这里过来的。好的，看一下这个日线的结构，相对的饱不饱满，对吧？那么从日线上，我们也把它最好的就是这个日线上的比都给它画出来。这个反弹非常强，但是不够比。然后这里有一个反弹，用递归的话是可以满足一笔的。那这样的话，我先把它画出来，有一个二脉，然后又上去。这样的话，日线上这里有中枢，然后现在又上来了，那么日线的结构就出来了，对吧？我们把日线的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日线上有中枢了，那么现在这个从最低点 8.6 生长到今天这个 13.03， 日线上还只是一笔，因为就这些 K 线在周线上是那个底分型，对吧？那么它现在就是利用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办法，我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我怎么能够看它有没有可能结束呢？就看它的这个有没有几堆 K 线嘛，有没有超过3根 K 线的这个并排嘛？只有下面这里有一个，上面没有啊，相当于次级别在走离开段，次级别在走离开段，然后这个 MACD 的张口张的还挺大的，对吧？快慢线的张口张的大，说明动能强啊。所以说只有它在这里，这是第一堆，只有再出来一堆，可能再打一个高点，可能冲到120天，才有可能结束日线上这笔上涨。所以说你要有的话，可以继续拿一拿，看能不能够都冲到这个120天这个位置，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位，就14附近吧。因为它这个财报已经临近了，有可能在财报之前，周二可能周一，看能不能够冲到那里。如果说你没有的话，也不要追它，毕竟现在从这个最低点已经起来的挺大了，8.6涨到这里已经涨了52%了，对吧？没有的话，不要这个往里追，它这个完全是可以出来财报之后蹲一下，然后再上去。所以说我的建议是，有的话可以继续拿着。可以到那个周二财报之前，或者周一可以，如果说能够继续再涨一天的话，比如说来一个大涨，顶到14这里，你可以先卖一卖，可以或者说先减掉个1/3左右，这样的话，出了财报你涨的话我也不怕，可以涨到15，跌的话你可以再补回来，只要不跌破这个8.6都可以，对吧？所以说，而且它现在这个刚好也是到了前面这个中枢，如果说借用前面那个中枢分析的话。借用这个中枢分析的话，这里如果说回不到中枢的话，还是3脉，它可以在此跌，相当于 18.42 的下跌没结束啊，对吧？这里还有一个中枢给你辅助判断的。不论怎么讲，有的话可以继续拿，但是不要往里追。然后那个再看 Helen 朋友问的这个黄金的话，我们前两天是分析过几次，对吧？我们之前说过，黄金在日线上，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从这个1810.58这个起涨点，在日线有3个中枢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对吧？3中枢趋势上，这是一个3中枢趋势上，这个趋势的动能非常强。
然后在第3个中枢的时候，我们也分析过这个位置，当时给到了一个 1.618， 对吧？这是我们当时最近几次分析的时候，到了 1.018 这个位置也是一样。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呢，就类似我们开车的时候那个红绿灯。比如说到了你开车到了十字路口了，很多人就是说觉得说啊，到了十字路口你肯定要停啊，但是你要看当下的路况的。我到了十字路口了，但是路灯那个红绿灯坏了，这时候有警察来接管操作，然后都挥手让你往前开，你肯定不需要停啊，对吧？所以说，或者说是我到了十字路口了，是绿灯，但是呢，我这个交通堵塞，大家都慢慢的往前爬行。虽然说是绿灯，但是你也不可能一脚油门啪往前冲啊，对不对？你要到了十字路口之后看当下的路况。说当时到了 1.618 的时候，我要看呢，在这一天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能给它画出来。在25年的4月22号周二那天，它是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在当天的时候并没有出现顶分型。虽然说也是 1.618， 就相当于你到了十字路口有红绿灯了，虽然说是出现一个红灯，但是呢，我当天并没有一个这个明显的顶分型出现，所以说我要等一天呢，也就是到了4月23号这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顶分型。那么又是一个 1.618 的一个位置，又是一个顶分型，那我是不是要减一点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僵化的去用这些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些玩意儿，这些工具。那么主要还是要看结构的。那么之所以到这个位置，它之所以会出现回落，还是因为它的这个起涨点这个2832，这个起涨点2832到这个最高点，它的内部其实是出现了一个相对饱满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因为毕竟今天的时间稍微多一点，我们可以把它说的透一点，看一下它的内部出现了什么情况，造成了这段又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出现下跌。黄金分割只是一个辅助判断，我说过很多次，最关键的还是这个走势结构。如果说走势结构到了这个位置，结构很饱满了，那肯定正好就是一个一个媒介条件了，相当于，对吧？又是这个内部结构饱满，又是一个 1.618， 那正好双触发嘛。如果说到了一个 1.618 这个位置，但是我的走势内部结构非常简单，以浪形的模式，到了这个位置我也不会停的呀，它会继续往上冲的。所以说不是说这些黄金分割多重要，而是说内部结构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下黄金的这个4小时，因为它也是交易时间周期是长的，它用1小时的话你会看得非常乱。那我们看一下4小时上的这个结构。下面这里有一个下上下，这里有一个4小时的中枢，我们把这个第一个中枢给它画出来，这里有第一个4小时的中枢，然后再一个下上下又有一个，但是呢，因为它前面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落，我们可以直接就画到这里。这里画第二个4小时中枢，这两个中枢高低点没接触，然后再往上走，那怎么到了这个位置就开始下跌了呢？对吧？那么是两个中枢上去还给了一个300，在4小时上的话，这里还给一个4小时300，一个上下上下5段，看到没有？我们把这个4小时最后的这个离开段也给它画出来。那最后的4小时，也就是日线的次级别到了这个最高点的时候，其实走了5段啊，1、2、3、4、5，一个5浪，你会发现这个第5浪明显是偏弱了。那么跟3浪，我现在可以用这个扩展器看一下，有可能是跟3浪是一个等比例，对吧？第3浪和第5浪到3447.95刚好是一个等比例。那也说明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压力位，对吧？但是呢，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还要去看一下第5浪的内部。那么我们再次利用这个区间套看一下，在4小时的第5浪它的内部，我就看一下1小时上它的1小时上当时有没有被吃。1小时上不明显，30分钟，30分钟的话也是有一个3段，看这个30分钟，这是一个1、2、3。而且是个4个5，然后30分钟上就好明显了。在黄金的4小时的第5浪的30分钟里面，1、2、3、4、5，看到没有？
它这个第5段，我把这个30分钟再次画一下，这种结构特别多，这种在这个图形上特别多。你会发现这个30分钟的第5浪只有2根 K 线，我们把这个给它圈出来，把这个着重说一下。这是第1浪、第2浪、第3浪、第4浪、第5浪。第5浪只有2根 K 线，但是呢，它这个4浪回撤是满足比的，然后一个快速向上走，这是一个明显的背驰段。就如果说你一直盯着黄金的话，你可以卖在什么位置？你可以卖在3494.89，你可以卖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完全，比如说可能减掉很多的仓位，因为它这个结构已经是多重的一个压力的一个位置，对吧？能够精确到3494.8。如果前提是你要盯着这个图形的，对吧？你要想抓到这种更精确的位置，你就需要大量的时间盯盘。那么现在黄金后期怎么走呢？看一下的后期，因为在日线上，它现在这个日线的结构是一个第3个中枢的离开，1、2、3段，它这个回落之后啊，日线上回落，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回落潜在的支撑位置，对吧？这些位置更容易得到支撑，不是说它有多重要，而是更容易得到支撑。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如果说得到支撑，反弹一笔的话，那就还是一个1、2、3、4、5。你要做的话，就做这个4浪回撤，第4浪或第4笔的回撤，你就是做一个5。然后5如果说不能够很有力的再次突破前面高点的话，那就在这里再做中枢。在这里它要再做一个中枢，做完中枢之后看它选方向，可以往上选，那就是一个第4个中枢了。那下面是有1、2、3，那这是第4个，或者说是再往下杀，做出来2个中枢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周线上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回撤。我们再看一下周线上，因为周线上从1810这个起涨点，它这个周线上只有1笔上去，周线上是1笔就上去了，所以周线上还没有出现过回落呢。那么你也可以从周线上的这个1810这个起涨点去测它的潜在的回落位置，可能是有一个相对好的回调的话，要调到2854，这样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位置，那么你更要买了，因为这个23买重合呢，可能更有希望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所以说你就是利用周线上、日线上，甚至是4小时、30分钟去结合的去操作。那么你的这个交易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就不会是一个扁平的一个交易，对吧？什么交易、什么仓位，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配置。这是这个黄金，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至于怎么选的话，就看你自己了。然后再看这个，有一个叫 QA007 的朋友问 SQQQ 啊，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是分析过，你好像是在这个位置当时想做这个，对吧？我说过这个，当然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是几倍的杠杆，不知道是1倍的还是3倍的。那么如果说只是1倍的话，我们当时说过它这个，在40到这个34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那么前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反弹，但是呢，因为这个反弹是不够比的。如果说你要是用递归画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画成这样。首先这一笔画到这里，这是一个1、2、3、4、5、6，对吧？这个时间周期，然后这是一个1、2、3、4、5，这也是反弹够一笔，相当于给到一个2买了，然后它又是一个1、2、3、4、5下来，又够一笔了，相当于日线上可以是这样画出来一个中枢。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也是踩到了200天了。踩到了120天上，这个问题就在于这个MACD 张口张的有点大，张口张的有点大的话，它可能如果说真的沉到这个0轴以下的话，那这个可能就要走离开段了，就是说从这个最高点57.8，如果说从这里断开的话，那可能要走反向段，就是前面这里一个3浪上涨，然后一个3浪回撤，就是走这个第3浪。那么你也可以去
先测一下它的这个位置，现在已经跌破了 0.382 了。那如果说往下走的话，可能要到这些位置，前提是这个不能够快速往下杀。就是你要是有能力做这种做空的，对吧？因为它是做空这个 QQQ 的嘛，那你就要设止损，对不对？你如果不设止损的话，它可以一直阴跌下去。所以说你要做的话，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底分型出现，有止跌的迹象的时候，你再往里进。所以说，针对这个 SQQQ 的话，就是也是一段段做，用双触发，对吧？有底分型出现了，哎，可以买一点，然后这个做一笔反弹，没有的话就继续等。好的，那么的话，这是针对这个 SQQQ。还有将近9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在提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英伟达，看一下英伟达在图形上有什么图。英伟达就偏弱一点，英伟达就不像那个谷歌，也不像那个标普，明显是比指数弱的。你看到没有？英伟达这个反弹还没有出现新高点呢。它如果说能够突破前面这2个小高点的话，突破114和115.1，这个反弹这一笔才能够出现一个就是这样合并成一笔。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所以它是一个偏弱的状态。那么英伟达的这个周线上也是出现了，我们看一下也是出现了这个底分型了。为什么说它也出现底分型呢？看一下裸 K， 周线上底分型也出现了，这4根 K 线，其中这2根 K 线的一个包含关系处理之后，其实它这个底分型的关键位置在这是3月31号这一周的高点，突破了31号这个高点之后，这个底分型就出现了。所以说周线上也有底分型，英伟达的周线上也有底分型。那么英伟达这个整体结构的话，我们从这个10.8这个位置一直是分析，从10.8这个起涨点是一个1、2、3、4、5浪5段，然后回来开始做中枢。这个中枢还是第一个中枢，就周线上上涨这段的一个 A 中枢，对吧？这个 A 中枢现在有迹象，这个第3段已经要出来了，因为这个中枢都需要3段构成嘛。现在有迹象，第3段要出来了。那么也是86.62，就是这个中枢的这个防守位置。它如果说再往下杀掉这个周线的底分型，也可以再往下蹲一蹲，蹲到这个120周。120周现在基本上在80附近。80附近的话是会有非常强的支撑的。如果说要往下走，那么这是在这个周线上，再回到这个日线。那么也就是说，这些 K 线构成了周线上那一个底分型，对吧？那么也是3段，因为它这是利用递归的方式画的3段，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扩展器先看一下。如果说能够强一点的话，能突破到122，这样的话就是一个3段的一个等比例。但是它也是5月28，因为英伟达的财报每次都特别晚，它是等到所有的公司可能都出完了，它出的特别晚，5月底才出财报，所以相对的是偏后的。那么看一下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毕竟现在针对英伟达的一些负面的消息比较多，但是呢，因为它的基本面还是非常优质的，所以说这些大的机构啊，还是说那散户啊，都喜欢买它。毕竟，而且它在这个很多人喜欢玩那个3倍做多芯片的这个 ETF 的，也是它是主要的这个构成成分股。所以说，毕竟现在也是周线底分型已经出现了，你可以跟着一点点做也可以，对吧？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然后还有6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如果说没人提问的话，我再继续讲比特币。比特币在前2天我们也说过它，对吧？我当时说的，这个我们当时分析的就是从74420涨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当时看到它次级别，现在再看一下次级别。4小时，我们当时说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昨天吧，要不就前天。我们当时说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说。当时日线上已经出现了顶分型了，看一下，我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回放。当时昨天分析的时候，昨天分析出来有顶分型已经出现了，然后我当时给大家讲的就是说，出现顶分型不一定就不是100%，就是说这里要回撤一笔了。
你要看一下这个顶的就这段的内部，就双触发嘛，它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是不是可能形成一个中继的？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4小时，看了4小时之后，我当时就说，哎，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有一个300之后到了这个位置，我就说，哎，这是一个123呢，然后这里还只是一个4的回撤，所以我当时就说突破94686之后，如果说你在300这个位置买的，或者说在下面哪个位置买的，如果说突破9488686，你可以减一点，因为它已经是一个1、2、3、4、5，在4小时上是一个5浪的一个小结构，对吧？那确实也是突破了。那么你看这个第5段了，4小时上已经开始走第5段了。那么第5段看它什么时候结束嘛，对不对？那么也是可以简单的说啊，这里有一个小中枢，然后这段离开的挺强的，也就是说最后2根 K 线上涨的现在动能挺强，但是呢 MACD 表达的并不强，快慢线也没有说张口往上很厉害，这个柱子的面积还没上来呢。前面这里你看它这个柱子面积明显是第5段现在偏弱了，所以说有的话可以这个再拿一拿，给到一个明确的顶分型的时候再减，没有的话千万不要追，你很容易追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小高点里面，毕竟它这里已经是一个1、2、3、4、5了，在4小时上已经是一个1、2、3、4、5，完全可以在可能利用周末呀，或者说是这个川普再发个什么推文啦，因为他的家族现在在玩这个比特币嘛，他儿子搞了这个，好像是要跟某一个公司合作推出一个能够交易虚拟币的一个 ETF。我发现他们家族现在在这个虚拟币行业，这个动作非常多，对吧？他们这个动作非常多，那么肯定是要大力进入这个行业嘛。所以说整体来讲，如果说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说监管也好，或者其他打压的话，那比特币肯定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毕竟它让它消失是不可能了。很多人，比如说像芒格也好，或者巴菲特，对比特币都是抱着一个非常怀疑的态度，因为它毕竟没有实际的价值，它并不产生任何的实际价值。但是呢，比特币现在其实就类似一个commodity， 对吧？类似一个 commodity， 它就是一个供需关系来，就是看你有人买，它就有人卖，对吧？就是一个供需关系构成的这个价格。无论你说是博傻也好，还是怎样也好，但是呢，你任何人不屑于它也好，或者说看好它也好，你都要进入到市场来交易。进入到市场交易就需要有人卖它，你想买的话就得有人卖，而且你想买的话只能以当下价格买。这就是虚拟市场或者说股票市场有意思的地方。无论你认为某一个东西有任何的泡沫，你想做空它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想进场做空它，你就只能以当下价格做空。很多人说，哎呀，比特币值0块钱，或者说可能是值负的，但是前提是你可以进场做空它呀。你进场做空的，你不可能说啊，我现在说比特币值10块钱，我以10块钱来那个做空的，没有人卖给你啊，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论你是不看好它也好，或者你看好它，你要进场交易就只能以当下价格交易，这就是这个finance 市场的有意思的地方。所以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面进出出，不论你是想做空它也好，还是想做多它也好，但是你只能以当下价格交易，这就是价格，任何的风险都抵不上价格波动的风险，对吧？我们的这个在跟大家之前分享禅师的文章中有一课，任何的风险都只是价格波动的风险。什么叫价格波动的风险呢？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买了，然后这个价格在这波动，但是你都没卖，然后啪下来了，这就是你的风险。你在该卖的地方没卖，它又回来了，你该赚的利润没赚到，这就是你的风险。什么市场风险，什么交易风险都不是风险，就是价格波动的风险才是真正你的风险，对吧？你有没有在该卖的地方卖掉，还是说你只是追进来，以这个什么呢？以这个很小的空间来博它上涨的空间，那也是相对这个盈亏比不是很好的一种交易。好的，针对比特币的话，就是这个第5段马上结束了，结束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一个第2个中枢，对吧？还是说走反向？
左反向的话也是一样，因为已经有一个小300了呀，你已经有一个小兵了，它下跌的过程中你是有一个那个站岗的，它只要跌破这个位置快速往下走的话，那你就知道可能要走反向了，对不对？那你可能要多等一等才能往里进。好的，现在已经到了美东时间12点，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再见。